怕是你要重新认识宁波了。在宁波有很多人会专程来把车从这儿推下去，不过最近泄洪了，但是现在可以走进水位不高的河床，湖面安静的跟个明镜一样。我身后就是宁波的大海，另一边是风车山的日落。屁股坐的地方叫花船岗，在这儿坐了一整个下午，没有一个人来。等会儿你看路线图就明白为什么没人来了。虽然这儿夜景很好看，但没拍，星星很清晰也没拍。最近月亮没有那么大，就亮一个月牙，乌漆麻黑的。下山不想走太晚，早早溜了。停车场到拍摄的地方大概4分钟，路还挺好走的，就是长，地上我都做过标记，看着走就行。海边的那个飞机是个真家伙，在赫普大沙滩到就能找到。是不是感觉他这样开飞机很溜，他开车也很溜？这边的海滩是面向日出的，但是我觉得另一边的山后更美，但是很难评，不会飞就看不到。但是我觉得更难评的是茄子年糕、皮蛋馄饨，你听说过吗？这儿的炸鸡柳炸完了还要再炒炒，田鸡能配粥，珍珠能掺进糖油红豆沙子，还有这个早餐流水线。换别的城市都是每件东西各卖各的，在这儿把拆开卖的合一起了。是没懂，这家就是本该合一起的拆开卖，面馆就在菜市场里，想要菜想要海鲜自己去买，带回来一下面给你吃。城市中心那个地方真适合约会，你们最好都来约会。山上还有健身器材，单杠双杠什么都有，就在市区里，不要钱。导航白石山平地到山门了，上来也很快，10分钟吧。如果你正在考虑买房子，就坐上这趟雪国列车，来这个遥远的城市找一下答案吧。这里的房价1万，20平，这里的城市和乡村没有边界感，在公园走迷失的笑话，在这里也是如此真实。5、6层的住宅，街邻熟悉到可以打招呼。在这个季节，太阳会在4点前落下。这里就是鹤岗，一个东北偏东的城市。早上6点半，在距市中5分钟车程的北山公园山顶上，有一个陆记山阁，从山下走10分钟就可以去见证照亮城市的第一缕曙光。即便是现在寒冬临至，这里的3大早市依然是热情不减：新一早市、五指山早市、儿童公园早市。冬日美食摊没有夏季的丰富，但是揣着一份热乎乎的美食带回去给家人的期待是夏季无法比拟的。2块钱。东北地汇率很低，在这里尤其的明显。看到别人辛苦劳作的时候，不是要去比谁更累，不是为了承认别人更辛苦，而是去感受那份有在努力生活的情绪。它属于一整车的豆腐，需要几点钟起床制作的，和吃客唠着嗑做买卖的氛围，在大城市里会很不一样。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努力生活，但是别忘了，你也是。市场的中间贯穿了一条铁轨，每天10点钟左右，第一辆满载煤炭的火车会从这里经过。从这一刻起，热闹的早市场便接近了尾声。很多人知道鹤岗是个边境城市，是从听说可以坐船去俄罗斯吃早餐开始的。但是你知道鹤岗是个满洲皇族的发祥地吗？煤炭在这座城市走过了一段很漫长的季节。至今当人们提及鹤岗，想到的第一个话题仍然是煤炭。那个时代创造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？也许在博物馆的这幅画里有你要的答案。鹤岗冬季的暖气会烧得更热一些吗？反正东北烧的已经很热了，要不然冬天吃雪糕的东北文化也不会诞生。带回家蒸的暖气，靠在窗台晒的暖阳吃的雪糕，这是一种独属于在这里才能体验的调皮。这里有4手连弹的炒冷面，有用劲道的朝鲜面条做的香辣面。鹤岗小串主打着加糖板肥瘦和3分熟的肉串，桌上葱头文化，还有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茶餐厅饺子店。以前最烦吃饺子，但在这里却吃得特别香。饺子店是24小时开门，但是离开东北的话，啥也不是。这又是全国房价最低的城市，这里会有你要的答案吗？下午的时候花5块钱坐船去了南通，虽然只是5块，但是航行的时间有一整个日落那么长。虽然不是旅游项目，不挤人，只是普通的轮渡船，抽个时间来回坐吧，反扑的情绪随海风散。下船后去看了南通文旅搞的大动作，如果不是他们搞的，那就是船喝了10亿毒药。这次我不想逃。晚上去动物园住的，住1晚花了我2131块，勒着裤腰带下的订单，因为听说住在这里早上会有小熊猫进屋里玩。小熊猫是真来了，只是没进我屋。那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想当托啊，甩脸色就开车去吃特别的早餐了。特别的就是一个人吃很无聊嘛，可以和动物一起吃。看这个书吃了吗？喂长颈鹿的，30一个，6块、8块、10块。你可以不知道这叫什么猴，也可以不知道乌龟的叫声是怎样的，也可以不相信召唤河马的方式，也可以还没体验过放鸽子，但是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卡皮巴拉吧？他们真的好呆啊，呆到让我觉得好像可以帮我拿着手机给我拍照一样。这大概就是与世界妥协的样子吧。后来开车去了自驾区，吸取教训，没有开敞篷。端庄，谁呀？
这是一条800年前的浮桥，是由很多小船担起来的。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小船，水流的错觉会让坐在上面的人感到真的在行进一样，盯着远方发着呆，冥着想。这就是我感到幸福的小事。日落之后去了街边一家窗景开阔的小店，点了大碗米饭配2份小菜。前方坐一家3口，左边坐2桌约好了加班要来好好喝一杯的中年男人，感受着别人的感受，心里因此也萌生了一股暖意。这就是我感到幸福的小事。早睡，早起。和太阳一起来到新的一天，阳光在晨雾里发生了慢反射，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多了一点点希望。这就是我感到幸福的小事。早餐店的老板说面才是他们的主打，我就加了1小份。隔壁的烫皮我调了一份失败的蘸料，当老板懂了我的表情，给我重调了一份。走去桥对面百年榕树下的洗衣房，百年修得树理成荫，适合玩手机。在那里交了小狗朋友，但是小狗交朋友是要吃屁股，哎，不可以。这就是我感到幸福的小事。杨仙岭的塔下有个废弃的旋转铁马，时光带走了它，但并没有带走它给人快乐的能力。洗手间的镜子岁月让它褪色变得梦河，它也没有人在看管，每一层都可以上，每一扇窗门都可以打开。后来爬去了塔后更高的山间，决定了一些事。3月的时候我会回来实验它，生活里的新目标，这也是我感到幸福的小事。本来是要开车去西藏的，车被别人开走了，只能脚蹬了。骑了2小时吧，太冷了，想打个车回家，车是打到了，可脚踏车塞不进去了，就把车绑在了路边，打车去买件衣服。果然热情消失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变冷。吃午饭的时候，店员一直都在看我，因为刚才去司马买这个守护者羽绒服的时候，看他说能防水、防油、防风、防寒，我不信，所以我决定买了试试。脚踏车没有锁嘛，住酒店又不让搬进屋，就卸掉一个轮子绑路边，搬了个轮子进屋，但是感觉又不是那么回事，就买了个帐篷，继续赶路了。天气的变化就是很突然，看，要不是我聪明买了厚衣服，这会就开动了。海拔4142，来啊，打雪仗，我等你啊！哎呦，看把你吓的。看雪好深，还有就是这是我刚搭的帐篷，今晚就要住这儿了，真是给我自个儿牛坏。本来就想铺个被子兜兜面前的雪睡觉，但想雪冻得我够呛，怎么也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它吧，就用它煮了一份肉汤面。哎，这是面大的还是碗小？虽然这是煮开锅了，但是肯定没有100度，也不知道这个面能煮什么味儿。让我来尝一尝。哈，不沾，抖掉了，真是太适合我的衣服。第2天雪停了，下山的时候遇到很多碍事儿的妞，他们老在路边聊天，聊什么劲？晚上进城时候又下雪了，是不是觉得我会晒一屁股？并没有，哎呀，让你失望了。好像以前梦见过这样，窗外下雪，屋里吃着饭，水管它。看，这就是南方的雪，和北方的雪有什么不同？想不想尝一尝？我给你接一杯。吃完饭的时候雪大了，能做正经事儿了。以后可别说南方人看不到雪了，南方的雪大了去了。滑完雪之后去吃了个粑，自己做的。老板说叫什么粑，我没听懂。还不错啊，味道呢就像是固体的奶茶。快穿你的大外套来看病吧，这里雪还要再下去。3、4天了，家人们。有时候出门没有目的地，只想走街串巷，还有着节日气氛的阳台，打开窗户卧室。我看上了，你们可以搬出去。我好像看到了充满智慧的眼神。笑死，刚才我要去买这个炸丸子，反正就是我想每种东西要一个，然后他不卖我，然后旁边他也说送我一串，然后我就去隔壁体育场找了好位置吃丸子去了。按喇叭是让人讨厌的事情。人家笑我啊，也有例外。以前我对长得安全不是很理解，但是自从我遇到这个话，我是真的理解了。哇，没必要啊！你第一次见不用搞这么熟啊！哇，修狗啊！一会儿和我去当个托合个影。我叫我不是吧？不认识。你能耐你去咬它，我咬不了，你别连累我啊！乖，去吧，合个影，给你们进来。这是我走过最喜欢的人行道了。如果能在这儿野个餐的话，也挺好的吧。听路人说这是个电视剧的取景点，明儿我记住了又忘了，因为我心思一直放在这儿就烧掉字儿什么了。要吗？要。买多少？1小块。1小块就好吗？这个糕看起来好白啊，但是和我比起来的话还是差一点。这个是单锅味的石花鸭，这个是厦门的卤味，然后这是我夏日野餐。本来是喂着一只野猫喂着玩，后来喂出一大窝，后来不想喂了，主要猫有手。这儿的夕阳感觉一会儿会被下面的云彩挡住，就换了个地儿看。哇，你看那个吊车的下面，在这里干活一定很浪漫，但是我也不想干活。傍晚的时候在这坐了好久，本来没觉得风景好看，因为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下山的时候本来想高雅的吃个饭，没预定没有味儿，我麻了。然后就用能追上轮船的速度跑去了适合自己的地方。网红去网红打卡车，打卡网红打卡车，然后边吃边走去了巴士的可以吃的水族馆。别吓王了，我手里是吗？不吃。看大母，我有个朋友也姓大母，吃鸡腿吧，给你买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别逼我塞你嘴里啊！哎呀。走不到你的心里，买了个特香包，不小心捏碎了，在路边蹲着的，一看就是玩累的外地人。不过做外地人没有什么不好，想蹲哪蹲哪，想坐哪坐，想做自己就做自己啊。本来打算在这儿拍个留言照，今晚回家了。我们是外地的打工人，她是我女儿，安心是没找到工作，我小孩真的一天没吃饭。你俩这体格，2天不吃的卫生。好了，回家睡觉了，梦里还有妹妹等我呢。